欢迎大家回到老 Socie Indigo 频道。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谁是我的下一任？如果你现在是单身，就这个主题非常的适合你。那如果你现在正好处在一个比较不顺畅的情感关系里面，也许这也是一个你最近在思考的问题。好，那我们今天会继续保留音波冥想的这个桥段，这是根据来观赏我的频道的朋友他们的建议，大部分的人都还是希望能够保留音波冥想的这个部分。那今天我们就来开始一起冥想吧。好，我们在冥想的过程尽量就是以平静心情，然后净空脑袋为主。然后当我们快结束冥想的时候，我会再指引大家想着你们的问题，然后睁开眼睛来选牌组，好吗？好，来，现在我们轻轻的闭上眼睛，然后深呼吸，吐气，再一次深呼吸，把所有的正能量都吸进身体里，然后把一切的不顺跟负能量随着吐气吐出来。再最后一次吸气，现在感受天使聚集在你的周围，他们的能量照耀着白色的光，你被明亮的、干净的白色的光包围。吐气，我再敲击最后一次，让你们的心情感到平静。现在慢慢的用感恩的心问围绕在你身边的天使，请问我的下一任对象会是谁呢？会是长什么样子呢？我们什么时候可以遇见呢？感受天使给你的爱。我们现在慢慢睁开眼睛。现在面前看到的3副牌组，用你一睁开眼睛的直觉去感应哪一副牌组或哪一个小物最吸引你的眼球。选好了吗？我们要开始解牌咯。开始解牌前，我刚忘记补充，我想要先谢谢，就是从我开始po塔罗占卜影片以来观看，然后来按赞，然后订阅我频道，以及还有留言给我鼓励的朋友们，真的很感谢你们。每次看到你们留言或看到有新的订阅者，我真的都很开心。然后也非常谢谢那个找我来帮你们做个占的朋友们，然后谢谢你们对我的信心然后也很开心能够为你们读牌，能够给予你们一些帮助。还有更是有朋友会有的时候会用 PayPal 寄给我一些惊喜，这些举动真的都让我觉得很温暖，我真的很感激有你们的支持。还有我的朋友，然后我的妈妈，他们都会来观看，然后来留言，很感谢你们。对，我不要讲太久好了。我真的很感激大家对我的各种各样的鼓励，然后谢谢你们的耐心观看，然后未来也继续希望大家口耳相传，然后让我的频道更增长更进步，感谢你们。好，现在来开始读牌谢谢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到选择第一副牌组的朋友，你们选到的是这个红色的我忘记名字的石头放这边。
然后帮你们抽到的这2张牌是代表你们接下来的下一任他的个性能量会是如何。同时我也抽了2张，宇宙给了2张，代表你们选择第一副牌组的人最近你们的能量状况，跟感情相关的能量状况。我把它这样子放好了。Sorry， 这样放比较好一点。Alright， 好，第一副牌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大部分的人刚结束一段业力关系。你们这2张代表能量的卡，这张叫 Relation Karmique， 这张是 Peur。Relation Karmique 就是业力关系的意思，然后 Peur 是恐惧的意思。所以基本上你们一个是刚结束业力关系，一部分的人是还是正在经历这段业力关系。那什么叫业力关系？就是那个 Divine Feminine 跟 Divine Masculine， 阴跟阳，神圣的男性能量跟神圣的女性能量的结合。当然如果单指这张卡，业力关系没有好坏之分。业力关系就是你在这一世遇到了那个让你有强烈的，你深深感受到他的能量，你强烈的被他吸引的那个人。你如果是女性阴性能量的话，不管你是男生女生，那你的这个业力关系就是一个阳性的能量，让你们互相契合，如同阴阳两极。而你们这样的关系不是只有这一世才存在，是世世代代已经存在了好多世，所以不管你们投身到几世都会遇见对方，然后一遇见就会深受对方吸引，然后就会不是说黏在一起，然后就会结合在一起。但是因为你们，然后业力关系就是有那种让你们分不开的感觉。那同时这张卡是说，从你现在看到这个影片，接下来2天可能会是一个关键，会有一件事情的发生，或者是有一些迹象要你去注意一下，跟这个业力关系有关。那因为你们还抽到了第2张卡叫做恐惧，所以我会觉得说1号牌组的人，你们的这段业力关系带给你们的不是情感满足，而是一种恐惧。那这个恐惧是我之前读牌有读过这样的，有抽到这2张，然后你的这个业力关系的对象，他让你在关系里感受到强烈的不安全感，不管是这个人他对你说的话，或者是你觉得他会在背后你可能觉得他说一套做一套，或者是他可能有言语暴力，或者是他有强烈的嫉妒心，你害怕做的事情让他不开心，他会咬你一口之类的那种感觉。就是你的这个对象让你的潜意识有感受到那种你不能信任他，然后你有一支箭扎在手上，就是那种很棘手，然后你没有办法脱困，这只蛇也缠绕在你的手上，你整个就是被困住了，你被它控制住了，然后你无法摆脱。所以这张卡也讲说，你们一部分的人可能这段业力关系是在2年前的时候遇到、认识或结合，亦或是你们已经在一起很久好几年，但是2年前出了一件事情，让你开始意识到说这段关系其实带给你的是恐惧而不是快乐。你可能突然学习到了自我、自爱，意识到自己的价值，而开始知道说这个人对你其实是不好的，所以你们才会想要来看今天的影片，谁会是你的下一任？当然我不负责的以读牌人的评论，这样看起来你们能量场其实是处在一个不是很平衡的状态。那这一段业力关系也带给你们，你可能还不敢分手，有的人是他想分不敢分，或想分不了，或者是因为害怕
我刚刚就是不敢分，或者是你们已经分开了，但是这段关系让你有了恐惧，不敢再有新的情感关系，不敢进入下一段关系。而今天来看，只是想说好奇来看一下，因为谁不期待再遇到一个很适合自己的真正的灵魂伴侣，对吧？那个可以看得到自己的好在哪里，懂得照顾自己，懂得自己的价值在哪的，愿意珍惜的人，是吗？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这2张是指你们下一任的个性，但是我要先说明一下，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可能性是，你们的下一任还是你们目前处理的这个业力关系，就是可能有一部分的人还是分不掉的意思，或者是你们的下一任有可能是这2张指示的能量关系，就是你们的下一任是你的这个业力关系，你们 take it as a resonate， 自己对应一下。我看了一下这个人的个性，虽然只有因为是大众占卜，所以只会大方向的解释一下，就是你刚遇到这个人，整体他给你的一个大致上会有的一些感觉跟习性。这个人呢，他的思虑非常的，他不能算睿智。这张宝剑女皇的逆位，这张这边的这个卡，他把宝剑女皇叫做 The Bitch， 也就是说他们非常的犀利，这个人非常犀利，思考很快速，所以他跟这种人相处，千万就是不要变成他的敌人，因为当你是他的敌人的时候，他会不好意思，因为最近感冒，所以喉咙会一直卡住的感觉。他们呢会攻击你，如果你们跟这种人吵架，唇枪舌战，你绝对是赢不了宝剑女皇，因为他们脑子非常清晰，然后理性跟理智，他绝对会用逻辑在争吵的时候占上风，而且会用非常犀利的话语，甚至是很毒舌的伤到你，因为他拿的是剑，就像这个穿着 Louboutin 高跟鞋的女生一样，就是她会散发出一种很锐利、有点侵略性的气质。走到一个现场，很多人就会感受到她的侵略性跟不好惹的感觉，或者是那种冰山美人，或者是冰山男神之类的感觉，就是不亲切啦。但是如果你是他的朋友，他也会很保护你，他会非常的照顾你，他会给你非常良好的建议。这就是宝剑女皇的两面性。但是因为他这张卡出来的时候是逆位，所以你们的下一任的这个人，他是悲观主义者，他对人性、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太大的好感跟期望，很多事情他都是先往负面去看，然后先期待最坏的事情会发生，然后所以他可能会也有一种，因为他可能有经历过一些事情，让他成长成为一个需要时时保护自己的人，所以他会就是随时拿着一个宝剑准备备战，准备有人要跟他对抗，或者是要对他不利之类的那种感觉。然后这个人就是会蛮毒舌的，就是他会有点不留情面，或者是得理不饶人。如果让他有理，那就是有点糟糕这样子。那 Fire Ant 火蚂蚁这一张，OK， 这张宝剑女王是代表风象能量，天秤、双子跟水瓶。这张火蚂蚁代表的是土象的能量，金牛、处女跟摩羯。这张也代表了侵略性，而且他们的好处是说，当他们能量平衡的时候，非常懂得 follow order， 非常懂得合作，然后
很thoughtful，就是很 thoughtful，怎么说？为你着想。但是能量不平衡的时候，火蚂蚁是会咬人的嘛，对不对？然后这个人还有一个个性是，他喜欢团体合作，那他可能也是相信那种团结力量大的那种人，他可能不一定喜欢独自行动，或者是他就是享受那种跟大家在一起做事的那种感觉。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他会盲从，他很注重社会规则、理智、礼教，比如说出去一定要 follow 红绿灯啊，当然这是好的事情啦，但是他们可能会 follow 到太遵守规则到一个死脑筋，然后不会变通的地步。我没有要批评任何星座的意思，但是这两张牌大致上让我感觉到双子座跟金牛座的能量可能会在太阳跟水星的部分有这两个星座的配置。我自己是双子座，所以我是很公平的哟。OK， 但是他们就是很可靠，因为蚂蚁就是很辛勤工作，他们很辛勤工作，愿意努力工作，不会偷懒，然后懂得聚少成多，所以他们可能很喜欢存放囤积东西，但是也会很容易生气的时候会攻击别人，因为他们没有安全感，他们非常需要保护自己。好，听到这边好像有一点说啊，算了，干嘛谈感情呢？是不是？先不要气馁，让我们真的很不开心，那就跳出去选择另一副牌好不好？但是如果说还是想要看看之后会怎么样的话，因为我还帮你们抽了好多牌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人可能会长什么样子好不好？尽我所能帮你们看一下他们的样子会是什么样。짜잔，我还抽了什么牌？哦，我还抽了你们怎么认识的，然后这段关系的能量是什么 ？OK， 好期待哦！而且这是我第一次帮大家看大概长什么样子，所以我也觉得蛮有趣的。你们抽到的 Hierophant 就是教皇牌跟 Death 死神牌，教皇牌又刚刚对应到我说的金牛座能量，然后就是一个教皇是一个很有点我们讲白就是有点古板，因为就是遵守规则嘛，遵守教条，而且他不但自己遵守，还会规定别人也要遵守的那种人，然后会爱说教。我知道要讲长相，但是我大概讲这个人的整个气质会是什么样子。我会尽量把我清喉咙的声音剪掉，但是有时候影片太长，我可能会忽略。如果没剪掉的话，请大家多多担待，谢谢。这个人就是那种要听他的那种个性，你不听他的，他可能就会变成宝剑女王跟你吵个架，这样证明他是对的。然后他当然也是因为他很有智慧哦，不要说他很有智慧，他至少自己认为他饱读诗书，或者是他很会 Google， 所以他觉得他知道很多事情，所以他可以告诉你教导你很多事情。当然这也有可能是真的，就是说如果他真的是饱读诗书，知识丰富，当然接受他的教导是一个好处。但是如果他是那种自以为自己很知书达理，那是另外一回事。然后这个人可能会比你一个说法是年纪会比你大个5岁上下吧，就是我刚刚听到我感觉，要么就是说他只是长相看起来比你老，你可能是那个看起来比较年轻，跟实际年龄有差距的，就是你看起来比你实际年龄年轻，那他有可能跟你没有差很多岁，或甚至比你年轻，可是看起来比你老。那比如说如果你跟一个老外交往，那就有可能，因为老外通常看起来就是会比实际年龄老一点，通常。然后他会
自然可能有自然卷头发，然后蛮软的，然后就有那种波浪感。如果留长一点，就会有那种波浪感。然后可能会有一些白发参差在他的深色头发里面。我这边没有看到金发的感觉，我脑子里看到的是深色头发掺杂白发的感觉。然后他可能很怕冷，所以常常冬天需要戴帽子。他很喜欢做事，就是说他很喜欢手做，他可能很喜欢做菜啦，做手工艺啦，就是他很喜欢用一些需要用到双手去做的事情。因为我这边看到这个人双手的袖子是卷起来的。那我们通常像我个人是一个非常非常讨厌袖子的人，因为我常常要用双手做事。这是说我自己吗？我要常常用双手，所以我常常在卷袖子。我甚至觉得有没有比袖子更好的发明？因为我觉得袖子很烦。所以这个人可能有同样的想法，他会觉得袖子很碍事，所以他常常要把袖子卷起来，因为他常常需要用双手去做事。感觉他肩膀就是算蛮宽的，应该就是会比你高。这边女孩子，我这边看不太到女孩子的感觉。如果是比较阴性能量的人的话，我不能说阴性能量，我就说女孩子好，因为我刚刚在描述的都是脑子看到的是阳性能量比较居多。如果是阴性能量的话，那他就是老成呀。可能不是属于美艳派的，但是是属于看起来就是很实际，然后可能外表看起来没有太出色，但是他有一种贤惠的气质，那种美是那种很耐看的感觉。长发一样，可能就自然卷嘛，长发，强烈的感受。然后这个人可能就是不是很爱笑。当然私底下跟你相处的时候就不一定了，但是他在外面对别人的时候，就是那种可能会摆一个脸，他可能也不是故意的，他就是不喜欢随便笑，然后是那种你要逗他笑的那种感觉。那 Death 这一张，一个说法是这个人很瘦削，就是那种天生不会长脂肪的人，好羡慕啊！男生女生都是就是属于瘦削派，高瘦。女生有可能，女生有两种，就是不好意思，因为身形我就没有办法说阴性男性能量，我就是用男生女生来讲。女生就是一个也是瘦削型的，就是很难长胖，但是我刚刚有看到一种就是属于有点肉型肉感的，如果他们是有金牛座成分在星盘里的话，有肉感，然后减肥就是他一生的直至，就是他很喜欢跟减肥有关的知识，比如说要吃什么健康的东西，要吃什么样的蔬菜会让他成为易瘦体质的这种感觉。然后他们可能是那种很喜欢睡觉，不能说很喜欢睡觉，很喜欢舒适的床，很在乎被单、床单，就是他们很在乎床的舒适度。然后，我刚刚有感受到一个东西，但是我突然忘记了。他们容易累，就是我们有的人是可能从早到晚，然后到晚上1、2点睡都还没问题，他们可能到11点、12点，到12点可能是极限，11点就开始累，就是很容易想要早点睡的那种感觉。然后很容易忧郁，不知道在忧郁什么的那种感觉，就是今天不是好好的吗？怎么突然看起来好像在烦恼，还是就又哪件事情让你不开心了那种感觉？这样，那他们这张我现在要讲的是有对应到这个火蚂蚁，就是他们很需要独处的时间。你们的这个未来的对象，他们是有需要独自充电的时间。那 Death 也可以讲神秘感，因为 Death 是天蝎座，所以你们的对象也有可能有天蝎座在他们的星盘里，那就是他们会有一种神秘感，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然后或者是他们
喜欢穿黑色的衣服，深色的衣服，喜欢整个全身包起来的感觉，或是露一点点就很性感，就不用露，他们不喜欢露很多。虽然这边的死神这边都露光，但是我看到的是他们就喜欢露一点点，然后让你就哦天哪，好有吸引力哦这样，然后可能会就很有魅力嘛，有一种神秘的魅力，然后可能会喜欢探讨神秘学或跟死亡有关的话题。Alright, oh that was fun. 看你们有没有对应到，不知道如果你们已经有人认识这样的人的话，请在留言区跟我们大家分享好吗？我真的很好奇，接下来是你们会怎么遇见？你讲 ，OK， 这很有趣，因为我刚刚要补充一下你们的死神牌啊，我刚刚不是说你们有可能差5岁上下吗？那死神是13号，1+3等于4嘛，所以你们有可能是差4岁，或1岁或3岁。哦天，这样说这样解我也会解啊，我直接看数字这样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我灵感有告诉我说1岁、3岁、1岁、3岁、4岁、5岁，然后有差13岁的也麻烦来跟我留言讲一下好吗？刚刚那一段感觉有点没讲 ，sorry。那怎么认识的呢？我觉得很有趣，因为你们 to be continue 是倒吊人，我真的觉得你们可能是在就是你知道感情衔接，一个说法是你们刚结束上一段关系 to be continue， 然后一个说法是你上一段关系虽然说结束，但其实没有结束干净，就是你还在，你们双方都有一种第六感，知道说还会再续前缘 to be continue。所以我刚刚一开始有讲说，你们是下一段关系还是有可能是这个业力关系的对象。然后第二张 cocktail party 指的是星星牌，那我分2种，因为它跳出来是逆位，我先讲正位哈。这样子解释的话，是说你们刚分手，然后你们可能会在团体聚会里面、庆祝活动里面认识到这个人，就是一个欢庆的场所，而且是你已经摆脱了之前的阴影，然后对下一个就是有一种比较认识自己了，然后对接下来新的感情很有希望，你准备好要再迎接一段新感情的那个情绪状态的时候，会认识到这个人。但是现在是逆位，所以第二个说法是，你跟上一段的业力关系要断不断，要断不断，就是没有办法断干净，让你处在一个对，就是不想要再想感情这件事情，对人生没有希望。我所谓人生没有希望，就是指感情啦，但是可能也会因为感情的不顺遂，影响到你对事业啊，对亲朋好友，可能都觉得有一种无力感啊，不太想要社交啊，那种感觉。然后或者是你的这个业力关系，让你都不再出去参加活动了，你把自己锁起来，或者都不出门之类的。然后这一张如果说是这样的话，这样讲会不会很复杂？如果说正位圣杯八正位代表的是你终于结束上一段关系，你参加了很多 party， 然后你也决定要很爱自己，要给自己一个单身假期，然后你就决定去旅行，一个人的旅行，然后在旅行的时候认识到这个人，也有可能是你旅行的时候参加一些活动认识到这个人 ，alright， 但是他又是逆位。唯一正位只有这张 to be continue， 就是你的故事已经存在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呢，就是还要再继续，还有下文。所以其实我觉得60%以上的70%以上的人是跟前一任，还是你的下一段还是前任这样。好，
逆位是无法走出去，就是你没有办法让自己完全离开这一段旧关系。可能朋友说叫你去让自己放松一下啊，你可能有这个想法，可是都没有行动。然后你已经失去那个信心，你对自己没有信心，没有自信可以找到一段更好的情感，所以你很容易就是会逆位的状况，就是可能继续跟前一任有纠葛这样子。我们来看一下你们这一段关系跟这个下一任是什么样的能量状态。This is crazy. 你们的浪漫天使神谕卡强烈的 indicate 你们下一任还是你们现在狗狗敌的这一任。第一张卡 passion 热情。我刚刚你们是如果是业力关系的话，我刚刚是不是有说那种吸引力是没有办法抗拒，你也没有办法解释，你就是看到对方就被他吸引，而且是离不开的那种。所以第一张牌就是 passion. Allow your heart and soul to sing with joy. 如果真的你的下一任还是前任的话，那就是因为你们两个之间有非常浓烈的爱情，浓烈的强烈的吸引力。你看你都被他融化在他的怀里了，这怎么可能离得开呢？当然如果 OK， 另一个说法是，如果你真的认识了一个新人的话，那你们就是这么的 you know 你浓我浓，然后会把房间烧起来的那种情感。因为我刚刚一开始有讲嘛，就是你们的目前能量状态的卡，除了代表的是你可能跟前任的关系是业力关系，但是也有可能因为是大众占卜，所以也有可能指的是你接下来下一段关系的状态是这样。好，第二张 This could be the one。 如果你真的认识下一个新人的话，不管他再怎么讨人厌， they could be the one， 他们可能就是你那个对的人了 OK。 但是这张卡下面讲的 You've already met the romantic partner you seek， 意思是说你已经遇见了那个你寻找的浪漫爱情的对象，那就是讲你的前任啊。好啦，一个说法是就是你的前任分不掉的那个，第二个说法是说你接下来的下一任是你已经认识的。这张卡有强烈的提示是你已经认识的人 OK。 所以如果说不是你的前任的话，那就是你可能在 party 又看到这个已经认识的人啊，可能之前没有很熟啊，然后后来或者是朋友一起去旅行啊，然后就熟啦，这种感觉。好，这两张卡 Give thanks for the blessing of love soon to come your way. Know that you deserve to be and have all that your heart truly desires. 不要放弃。如果这三张牌讲的是你开始有点放弃自己，觉得找不到感情对象，也不想谈恋爱了，这张卡是说不要放弃，因为你的爱在来的路上。我们等一下再讲是新的还是旧的。你要知道你绝对值得所有你内心真正渴望的事物跟人，好吗？我们这个叫显化。你内心真正希望，可能你有时候会梦想说，哦，你希望另一半长什么样子，要怎么样对你好什么的，宇宙都听得到。他要你相信你是值得这么好的人，而且他们正在送来的路上了，就是可能亚马逊有点 delay， 但是一定会到，好吗？ Transformation 我先念 Your relationship with one another is about to deepen.
Love conquers and transforms all things. Jesus Christ. 又是一张只是说下一段关系可能是已经认识的人。Transformation means 转化、蜕变。你们的关系会更加深、更深刻。Love conquers and transforms everything. 你们两个只要有爱，就可以战胜任何东西，并且让任何东西可以蜕变得更好。So， 如果这两张牌，我觉得我有点像是那个不是佛罗伦斯，福尔摩斯，我好像福尔摩斯在办案哦，因为我要从宇宙天使给的卡去解去解牌，看他们给的提示暗示到底是指的是接下来是认识的人还是不认识的人。我还是觉得90%是认识的人，因为这边说没关系，你的爱要来了，要在来的路上了。那怎么来呢？其实是跟你已经认识的已经有的一段关系，再把它深化跟转变而已。就是如果你是跟现在这个分不掉的人，接下来要继续在一起，你也不用担心。你可能之前会觉得有点害怕，但是宇宙的意思是说，如果这个人注定是你的对的人，他会为了因为爱你而愿意去妥协跟改变，然后你们的关系会更深刻，会转变得更好，会进入到下一个，就是能够一起走向下一个阶段这么好的状态。那或者是如果你是下一任是一个不是前任，但是是已经认识的人的话，那一样，你们可能之前只是友情，可能只是点头之交，但是你们之后在这3张牌指示的场合状态下认识之后，你们会突然发现对方很有吸引力，因为有 passion， 你们会发现对方是自己要的人，然后就在一起。 OK， 我今天的声音有点颤抖。然后我帮你们抽了3张牌，指的是什么时候会遇见这个人。好，我们通常读塔罗会说，关于时间点这件事情，我们宇宙有一个 divine timing， 有一个神圣的时间点，然后每一个人神圣的时间点都会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读大众占卜只能读出一个大概的能量场会落在什么样的时间段，但是目前能量出了这个时间段，但是之后有可能会改变，根据你的状况跟你的对象的状况，宇宙会一直不停的改变这个时间点，这个大家一定要谨记在心，因为你今天听到时间点不一定这个时间点就固定了，然后就会一直到3个月后还是这个时间点。so sorry， 我每次讲一讲就很想咳嗽，刚暂停一下去煮了一个姜汤。好，我宇宙给了3张牌，代表时间点，什么时候遇到这个人。所以如果是新人的话，或者是就是一个已经认识的，但是又碰到的时间点，可能会是一个双鱼座季节哈，因为这张牌有双鱼座能量，但是我目前双鱼座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们还有第2个时间点，权杖的9号跟圣杯骑士。权杖9号我觉得代表的是春天的尾巴，春天尾巴到夏季，你们会遇见这个人。也亦或是说，因为权杖有代表春天跟秋天，所以 either 是春末夏初，因为骑士是很快的一个速度，或者是秋天，今年的秋天 OK， 或明年的2、3月，这几个时间点你们自己 resonate 一下。那如果是我又想咳嗽 so sorry。如果是
这个跟前任继续在一起，那就是这个时间点代表的是你们的关系会有一个重大转化的一个时间点。因为我们刚刚这边这个神谕卡有讲说2天以后会有一个关键点，但不代表就是转化啦，但是会有一个关键的事件发生，然后可能到春天夏天你们会关系有个转折，一个转化，好吗？我希望今天的读牌对大家有帮助，然后希望大家不要对感情失去信心。那欢迎大家为这支影片按赞，很感激你们，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我会尽量每一周先至少可以 po 2支影片，然后再慢慢增加，如果我有时间的话。然后欢迎留言分享你的故事给大家哟，然后欢迎把我的频道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非常感谢你们的观看，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好，现在来到选择第2副牌组的朋友，你们选的是这个白色小珍珠，我放这里，然后代表你们下一任的个性能量卡是这3张，然后我也帮你们抽了选择第2副牌组的人，你们目前的能量状态。我先讲解你们的能量状态，然后对应看看，如果有对应到，那这副牌就是给你的讯息，如果没有的话，那要再跳出去选择另一副牌组哦。如果都没有对应到的话，那就是今天的读牌可能没有有要给你的讯息哟。不是说你没有下一任啦，就是因为才3个选项嘛，可能你的下一任不在今天的读牌里，可能会在下一次的读牌里哦。OK， 好，我交换一下顺序，因为我看了这3张牌，宇宙给你们3张，第一副他们是2张。我想要先说一下，我觉得你们这一组可能有些人是有金牛、牡羊或摩羯的能量在你们的星盘里面。因为这张牌 Beyond 就是很快速，不是快速 ，sorry， 即将的意思。这张牌是说你们的处理，sorry 大哥，处理事情的态度、个性上是属于比较急的那种人，就是很多事情都很希望快速达成，然后就会有赶的状态，然后你们会潜意识的一直逼着自己要赶快完成所有事情，然后没有耐心去等待下一个事情的到来。当然这样可以是说你们是很有责任感，然后一部分的人应该就是交给你们办事就是很可靠，然后很有力，绝对办事很到位这样。但是就是把自己逼得有点惨，就是压力很大。然后你的指导灵这张牌是说，你的指导灵尝试要给你讯息，可是他们连接不到你，因为你的脑速运转的太快，你没有静下来的时间，然后他给你宇宙给你 sign， 你可能也看不到，因为你的速度太快。但是呢，因为这是目前的能量，所以我觉得你们选择2号牌组的人，其实有一部分的你们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这个状况。你看这张牌很好玩，因为它就是有一支箭这样，你们就是那种看准就咻，就是一定要1秒达成或1秒到位，最好从台北到高雄只要10分钟的感觉。对，我刚刚要讲说，你们有一部分的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你们有一些人已经开始在修身养性，在试图让自己做一些精神洗礼，想要让自己慢下来。所以有的人可能开始学瑜伽，在家做瑜伽，或者是去学皮拉
皮拉提斯吗？就是你们会去做一些或是学冥想，做一些让自己可以静下来静心的活动。不能讲活动，因为活动是要来动，就是一些让自己可以静心的课程，或是自己在家练习静心。因为你们有一个最近可能能量转变或春天到来，所以有一些人很想要改变旧有的生活形态跟方式，然后想要连接宇宙，想要连接高我，就你们开始对这种知识有兴趣，想要让自己进到下一个时间线，进到一个更高的 vibration。 因为你们可能意识到以前的方式活得很累，或者是有影响到你身边的人，或者是你的工作之类的。然后这张牌其实我觉得代表的是，第一个，你们是算固执的人，但是你们开始打开第三眼，或者是说你很想要打开你的第三眼，因为你发现你没有办法，就是人类讲的话你可能不会听，你会觉得他们的意见不算意见，对你没有帮助但是你很相信灵界的意见，你很相信，如果你有宗教信仰，就是你很相信神佛的意见，所以你很想要让自己慢下来，让自己可以接收到这些讯息，所以你在教导自己，然后你在虚心的想要请宇宙或天使告诉你更多，你是一个很谦卑的宇宙的学生，这是你目前的能量。不管你是什么事情，一定是有一些事情导致让你想要做这样的转变，可能是感情上的，也有可能是工作上的，或者是双管，或者是两个方面都碰到状况，让你有了一个觉醒。好，这是你的能量，所以有对应到的话，就可以继续留下来听你的下一任的个性 OK。 我要讲你们的下一任这个对象是一个很有趣的人。这张卡权杖四逆位代表的是说，这个人他是一个说法是他从小到大就常常搬家，有可能是因为父母工作的关系，或者是说可能一部分的人是父母工作，可能什么外交官啦或贸易商啦，需要常常搬到不同国家不同城市。那有的是说可能因为父母可能离异啦，或者是怎么样的，所以常常有需要搬迁的情况。那可能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他长大，也或者是他本身个性就喜欢，就是他长大以后还是很喜欢这种到处旅行的感觉，他很享受到不同的国家去探访，然后吸收新知，体验完全不同的文化的那种感觉。因为完全不同的环境跟文化可以给这个人带来相当大的刺激，让他觉得 alive， 让他有生命力，让他觉得这个世界很棒，活着很美好的感觉。所以他的人生目的可能就是一直赚钱然后旅行，赚钱然后旅行。然后某一部分的人，不是全部的人啦，就是我看到这张牌我听到一个讯息是说，有些人可能是什么小时候可能父母算是怎么说，算我对不起，我要用有钱，因为我想不到其他的说法。小康以上嘛，要比小康以上还厉害的那种，然后就比较不顺遂，家道中落的感觉。因为这张卡里面的图是类似豪宅的感觉，可是是逆位，所以小一部分，因为这是很特定的讯息，小一部分的人，你们的下一任有可能是他们小时候家里还蛮有钱的，但是后来家道中落，但是也没有影响到他们，可能就是因为小时候很有钱，常常去旅行，导致他很喜欢旅行，很喜欢到处看的那种感觉。然后就算后来家里变得没那么有钱了，他还是保有这种梦想兴趣存在。然后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可以天南地北的行脚的人，就是
他喜欢去有水的地方，他也喜欢去就是陆地，甚至是很干，是只有沙漠的地方。他没有一个，就是他到处他都爱，所以他可以去从南极走到北极，从非洲走到马尔地夫，就是他可以什么样的地理环境他都可以享受其中。然后他也有可能是某一部分的人可能小时候有受到天方夜谭的影响，所以他有一个想要去埃及沙漠旅行的梦想。然后这个人他是一个处变不惊的人，这张 camel 骆驼牌代表了这个人他很厉害，他就是我刚刚讲的处变不惊，什么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那种人，因为他非常 resourceful， 就是他很有手腕嘛，不能说手腕，他很有能力，他很有资源，就他可能一个是认识很多人脉啦，或是他随时随地都可以知道去哪里找资源，或者是怎么样解决事情，就什么事都难不倒他。可能因为他常常旅行的关系吧，因为旅行就是会碰到大大小小的事，然后给他这种训练。因为骆驼是一个，你看他就是骆驼的面部表情永远都不变，然后他的背部有2个蓄水池所以这个人很重视 balance， 很重视平衡。然后他可能是那种随时随地你跟他要什么他都有的人，他都会带着。因为这张 Sea Serpent 海蛇代表的是他有一个妈妈的气质，不说气质啦，他很会照顾人，他也很爱照顾人，就是不管他是男生女生都有一种给人家一种妈妈的感觉。就是你可能现在渴，他就跟你说我这边有水，或者是我这边有果汁，那你现在可能血糖有点降低，他竟然就来个营养棒就出来，就是他身上什么都有。他绝对不会让你饿着，或者是你受伤他也马上就有东西可以给你包扎之类的。然后他的情绪永远都会让自己处在一个很平和的状态，他绝对不会随便发脾气，或是随便大小声。然后如果他的底轮，因为海蛇那是底轮吗？就是第2个脉轮，人体的第2个脉轮。如果他的底轮是很发达的，是很平衡的话，他就是可以很照顾人。但是如果不平衡的话，就可能会有一种被抽干的状态，又无力感很重。这人很不错他也不会，还是不会发脾气顶多就是可能很累不讲话这样那我觉得水是可以给他能量的，然后还有那种这边有月光，所以我觉得月光夜晚也可以给他一种能量。然后这个人他可能因为骆驼嘛，我猜你们这个人的睫毛很长，要么就是眼睛很美。对对对，他们还有讲说他开心的时候眼睛会发亮，就讲到他很有兴趣很有热情的事情的时候，你会看到他眼睛闪闪发光，就是这种感觉会很有魅力，很吸引人。还有什么没讲的吗？然后他可能步伐缓慢，就很可靠，我觉得是蛮值得当朋友的一个人，一个蛮好的人。当然就是因为常常旅行嘛，所以如果你是那种比较喜欢待在同一个地方，永远都只待在同一个地方，可能就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困扰。他的这种爱旅行的个性就会对你来说变成一个不稳定性。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他的长相。真真补充一下 Sea Serpent 他可能很喜欢环绕着你，可能喜欢抱你，或者他也喜欢被围绕的那种感觉，就是他喜欢保护你啦。如果你跟他在一起的话，或他的朋友也是，他会保护他所有在乎的人、深爱的人。好，我先讲一下他的性格
因为这2张牌上面有绿色、蓝色、紫色跟一些白色，所以你们的下一任是属于一个算蛮正直的人，然后他很有洞察力，因为宝剑2张都是宝剑，紫色代表说他很有怜悯心，不管他表面再怎么看不出来，就是他很懂得怜悯，所以你跟他谈感情，他也会对你很温柔。绿色、蓝色都代表平衡，所以他的情绪、情感绝对要平衡，所以他应该不是很喜欢吵架的。当然，他吵也是可以吵，因为他很有逻辑。然后，我刚刚忘了讲，这个人应该是有土象跟水象跟一些风象的成分。然后这张卡很妙是，宝剑骑士代表的是有牡羊座的成分，所以他是有热情可以冲的，但是他的冲是会思考的，不是没有经过大脑思考就往前冲的那种。他就是接下来这个人就是不管他是东方人西方人，是属于深色头发黑色头发黑色眼珠，应该是中等体型，方方正正的，不是太瘦，然后脸不是属于很削的那种，有一些骨骼的感觉线条在脸上，但是他也不会胖，就是中等，就刚刚好，有线条，有一点方，不会太方了，就长方，然后不会太柔，腰也不会太细 ，OK， 然后应该是算那个背部应该是有一点点壮的肩膀，有一点点虎背熊腰的感觉。然后我现在又是在讲比较男性的方面，女性的话那一样就是我感觉她不会是太小只，应该也是一样160、190、170这样，有一点点英气。这个如果是女孩子的话，男生就是也是他，因为骑士嘛，他有一种白马王子的感觉，就是他会让你有一种会保护你的感觉，愿意保护你。然后他可能也很需要，他可能是有一点点内向者的性格，就是他会需要，不管他是不是在外在很懂得社交，很懂得跟人家聊天 social， 他都是很需要大量的自己的时间，自己待在家的时间来充电，或者是用这段独自的时间来思考事情，或者是如果他跟你有争端吵架，他一定是会需要自己静一静的那种，就是不要一直去烦他说你跟我说到底是为什么这样然后他是绝对会对自己的，他有正义感，然后他会对自己的观点站稳脚步的那种，他可能有一点点天平的成分在，天平牡羊水象，然后土象，头发没有什么感觉，因为都遮起来了哦，他可能喜欢戴帽子哦 maybe 你的下一任有可能喜欢戴帽子，或是喜欢戴什么太阳眼镜，或者是戴着 hoodie 这样，就是穿帽 T 之类的。喜欢包紧紧，喜欢包紧紧，让自己有被保护的感觉，不会说，因为2个都是你看都是骑士武士的感觉，他们很需要身体上有一种被保护的感觉，所以可能喜欢穿很多层啊，或者都包得很好啊，也不会太露啊。会不会有的人甚至是回教回教的信徒？如果你们在 dating 南欧人的话，这样很有可能会让你有很稳重的感觉啦。应该这样讲，应该算高。OK， 好，我们来看一下沉浸在你们未来下一任的长相。忘了接下来要看你们会怎么认识呢？这2张牌。OK， 一个可能性是说你们是在
工作场合认识，或是他的工作场合认识，然后你看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工作中。因为这张是钱币八正位，然后这边很明显叫 cameraman， 就是他在忙着工作，你遇到他。那也有可能是，对吧？工作嘛，就是你是在一个众人的场合遇到这个人，然后他可能正在工作，你看到他在工作。那或者是这张是节制牌，正位的话叫 keep it chill， 或者是你们是度假的时候认识的。如果是我是以正位来说，你们可能在泳池边认识的啦，去哪里度假的时候认识的啦，或者是在一个露天酒吧认识的啦。但是现在是逆位，如果逆位的话，可能性是你们在一个学习的场合认识。那如果这两张一起讲的话，那就可能是你们是在一个补习班，在学校，你们一起在学一个东西的时候认识的。因为学习也可以算是一种工作。因为如果 keep it chill 的逆位就是你们一点都不 chill 所以一个状况是你们是度假或在放松的状况下认识的，或者是你们是在一个需要全神贯注工作或学习的一个场合上认识，好吗？有可能是在户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一部分的人可能是在户外认识的。好，因为宇宙只给了2张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你们这段关系的能量。这张的能量比较轻快 I have to say， 第一组牌的能量稍微比较沉重一点，然后这一组的感觉是比较有点比较轻松的感觉。好，来我们amazing， this is interesting。好，我要先说，因为我觉得，因为大众占卜嘛，我们能量状态可能不能说你们每一个来看的人会对应到所有抽到的牌，就是因为像比如说你们认识的状况有2张，所以有可能是你们这2种状况其中一个状况遇到，不可能，你懂我意思吗？有一部分的人是工作场合，有一部分人是在度假，有一部分的人是在学习的场所认识的，这样 OK。所以你们自己再去看一下，自己再去对应一下。然后这边关系能量哈，我刚刚为什么叫出来？因为这边有第一张是 reconciliation 的意思就是重逢复合。Someone from your past is returning to your life。讲讲好，so 我应该要这样讲，不是每一个人的状况都是复合，而我们复合又有好几种讲法。那我先说好了，我先从最简单的，你们选择第2副牌组的人，可能真的有一部分的人是跟以前认识的对象重逢，然后他们回到了你的生活，然后又在一起。好，这是最简单的状况。另一个状况是你们接下来遇到的是新人，但是你们是可能前世就认识了，然后你们在这一世重逢。你知道我的意思，所以他们在这一世算是你的新人。OK， 我基本上因为这边是有那种天使的能量，宇宙 assign 你们重逢的能量，所以可能大部分的人是一个重新遇到灵魂伴侣的状况。然后第2张是 flirt， extend your light-hearted energy to others。 你遇到这个人会开启你，不能说暧昧，对，我们中文 flirt 中文叫暧昧，但是他们 flirting 英文的意思是说那种你遇到异性啊或者是同性啊，不管是异性同性那种吸引到你的对象，你就会开始变得比较
展现魅力啊，说一些挑逗的话语啊，逗他们啊，这种叫做 flirt。然后挑逗啦，对，挑逗。所以你遇到这个人会激起你那种好像突然变得很会撩人的能力你会很 enjoy 很享受跟他互撩的感觉的意思，因为你们互相吸引嘛，或者是他也很会撩，那也激起你也很会撩他这样。那这张也是在说你碰到这个人的时候，那就记得放轻松一点，然后就是互撩一下好玩，然后他就会被你吸引到，因为他会觉得你亲切可人、美丽聪明，或者是这么有魅力又看起来像白马王子，然后还会撩人，就是这么有口才的那种感觉，就享受那种刚认识那种快要恋爱那种感觉这样。然后这2张 Let there be closeness between you, but always give each other space. Love never claims, it simply allows and gives. 这张我觉得是在讲说，他说让你们之间拥有closeness， 让你们之间靠近 but always give each other space， 但是也要记住要给对方空间，就是双方要互相给空间。Love never claims， 爱不是需求、要求、渴求，不是 claims 怎么讲？去诉求，所有球都讲出来了。It simply allows and gives， 就是爱呢，真正的爱是允许，懂得允许跟给予。那如果用这张卡，我觉得对应到说你的对象因为很爱旅行，很爱动来动去，静不下来，所以你如果爱他的话，你可能要尊重他这一点，你要让他，因为他像是鸟，喜欢自由飞翔，但是他飞完了，自然会回到同一棵树上，跟他的家人团圆的类似这个意思。那你也可以跟他一起旅行嘛，对不对？你爱他就跟他一起旅行嘛，或者是你不想去的时候，你就给他空间，让他自己去旅行。那或者是你是一个可能需要常常黏在一起的人，那这张卡是说你这个对象可能是需要自己空间，因为这边我刚刚有讲宝剑4他很需要自己的空间，他是属于比较内向者，需要独处来充电的，那你要记住要给他空间自由。我想咳嗽，稍等一下，我喝个姜茶。Sorry， 这张卡是 My Beloved， 我的挚爱。Though we may be physically apart, spiritually we are always united. For love transcends space and time. Nothing is missing. 我真的有点觉得这一张比较像是你的未来伴侣，你的这一个下一任给你的一封情书。他是说，我亲爱的，虽然我们物理空间身体上是分开的，但是精神上我们永远都是在一起的，因为爱是不分时间跟空间，爱是存在任何时间空间，并没有任何东西是消失不见的。所以很有可能你们如果在一起的话，跟这个人在一起，就是他常常会有需要跟你分开的时刻，然后你可能会很想他，很不习惯啊，或者是有点小怨怼，说为什么他需要这样子跑来跑去。然后这2张神谕卡就是直接预言给你说，要尊重他的爱好，然后给他自由一定的自由。然后你的这一个下一任也告诉你说，他知道你很想他，但是他离开不代表他会忘记你，就是他对你的爱一直都在，一直都不变，好吗？你们3D 是分开的，但是5D 上你们是连接的。All right， 最后
在我快要咳嗽前，我们来看一下时间点，这2张。好，你们这组的时间点比较没有那么，第一组比较复杂，这组比较清楚。圣杯10跟宝剑1代表的是夏天的末尾跟冬天的，等一下，确认一下。OK， 夏天的末尾或冬天的一开始，可能第1周吧，冬天的第1周，可能夏天的最后1-2周到冬天的一开始1-2周。我知道这时间有点长，大众占卜宇宙给了你这个时间段，可能是某一天的5号，某一个月的5号 ，sorry。还有什么讯息？我看这2张牌，我有一种感觉是，你们认识的时候，可能是你是处在一个还蛮轻松玩乐的状态耶。但是如果是刚刚讲的是在学习的地方认识的话 ，I don't know。我觉得你应该是算是在一个很 playful 的状态下认识这个人啊。夏天末，冬天初，好吗？我一直很想咳嗽，真的很抱歉。然后我刚刚有一个讯息要讲，我在读你们2号牌组的人，我觉得你们的关系应该蛮可爱的，就是那种很甜，真的，就像这个棒棒糖这样这么甜，你们的感情就像这支棒棒糖。你可能就是那种很爱黏人，然后他很爱旅行，他可能是因为工作需要常旅行，或者是需要跟朋友出去旅行。然后他也很爱你，然后他也知道说你不喜欢他长跑，但是他有觉得有点抱歉，然后又知道你因为爱他，所以会谅解他。然后你们就是常常要道别的时候，就是好像很难分开，互相一直抱着，然后你都不愿意放他走，然后在机场18相送，然后他回来以后，你们就很黏，一直很黏到他下一次再出国的这种感觉。然后他觉得你这样很可爱，这样这是我看到的啦，我看到的情况。那你就不要急，因为你容易急，所以你在等他回来的时候，多做瑜伽，多做冥想，好吗？不要每天急着看时钟，说什么时候回来啊？或他出门跟朋友吃饭什么，什么时候回来啊？不要一直老是看时钟 ，alright？ 好，然后不要一直等他讯息，这样，因为感觉这人还蛮爱好自由，需要空间的。那你们爱他就多体谅他咯。那希望今天的读牌对大家有帮助，然后我很期盼看到你们的下一任。如果在夏末有碰到的人，欢迎回来留言哦，跟大家分享你的故事。然后请大家按赞、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然后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你们的按赞跟订阅都是对我最大的鼓励，谢谢你们。然后我第1副牌组没讲，但是4月各占有开放名额，如果有兴趣的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 email 给我，email 都在我的那个影片描述里面有写。谢谢大家的收看，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OK， 选择3号牌组的人，我要先讲这支影片是整个重录，我刚刚已经录到，刚刚是还有太阳的状态，然后我录到你们怎么认识，然后赫然发现我的麦克风没开，天哪！然后我发现我全部要重录。我觉得人生病真的是不能太硬撑我希望我还可以记得我刚刚讲的所有的事情。好，你们选的是这个深绿色的石头，我把它放这里，因为刚刚讲过，所以我现在讲可能会比较快速。这2张是你的下一任的个性能量，然后另外有抽了2张神谕卡，代表你们选择3号牌组人目前的能量。然后我要搜啥？OK， 你们选择3号牌组的人，如果等一下能量没有对应，那就是跳出去选择另一副牌组。
如果都没有对应到，那就是今天可能没有要给你的讯息，因为才3个选项嘛，所以你的下一任可能没有在今天的3个选项里面。不是说没有下一任啊。好，我喝个水，因为我一直不停的一直说话会很想咳嗽。你们，我刚刚有讲了一个很温情的话，现在我不知道能不能再 channeling 一次那个情感。我刚刚讲说，3号牌组的朋友，你们辛苦了，因为宇宙有感受到你们的心伤，就是你们是最近经历了非常多的事情，然后可能是情感关系让你受到有一种受伤的感觉，所以你们可能已经哭泣了好一阵子。然后宇宙要告诉你说，你的难受，你的心碎，他们都看在眼里。然后你不是一个人，你的天使、你的指导灵都在你身边，他们有时候围绕着你，甚至抱着你，希望你有感受到，在你哭泣的时候。但是这一切，你可能经历了几个月的这个状态，这一切就是你经历了风雨，甚至是暴风雨，然后现在到了春天，现在能量转变，你整个好像你的能量场不一样了，好像把你直接从一个时间线转到另外一个时间线，就是说你可能哪天突然醒来，你最近某一天突然醒来，发现你讨厌的这个人你不讨厌了，或是你一直很困扰的一个人，突然一直纠缠的一个人，突然你对他没感觉，也不想跟他说话了，就是很有可能。我再喝水。你们在经历过这么多暴风雨之后，现在4月终于迎来了宁静的状态，因为之前发生的种种事情，给你的伤害，让你开始寻求身心灵的协助、帮助、指引。你没有像有一些人只是去寻求，可能去血拼啦，或者是喝酒啦，或者是一直狂吃美食啦，来麻痹自己。因为你知道这些方法最后还是会感到空虚，所以你很有智慧的知道你有宗教的人就寻求宗教给你身心灵的稳定感，你会变得更虔诚。那有些人就是开始对身心灵的知识有兴趣，开始想要学习什么叫做跟高我连接，跟宇宙连接。宇宙很开心你选择这条路，因为他们有好多好多话想要告诉你，也很想要就是让很清楚的给你讯息，指引你接下来该怎么走。所以你现在感到平静，因为你感受到宇宙给你的帮助跟指引。我讲的身心灵就是这一张 Message Spiritual， 这张 Calm 就是平静的意思。你的平静是得来不易的，好吗？但是之前经历的事情都是值得，不是说值得，就是有价值的。事情是为你发生，不是无意义的发生在你身上。宇宙要告诉你，2023年是对你来说绝对是全新崭新的一年。你现在4月就是你开始你自己也有那个感觉，好像水在慢慢煮滚，你有一种期待感，感觉很多什么好事要发生了的那种感觉。2023年绝对会是你一个很丰收的，你变成一个全新自己的一年。然后你的潜意识或者是你的高我有告诉你这个讯息，所以不要害怕好吗？跟着宇宙的指引就没错了。这就是你现在目前的能量，期待受过了伤害，但是仍然期待新的开始，然后面对新的开始感到平静。
因为你知道宇宙帮你撑腰，宇宙在罩着你的这种感觉。检查一下麦克风有没有开。然后你的下一任对象的个性，圣杯六逆位跟 Panther 黑豹。圣杯六逆位代表的是这个人他不会留恋过去，不会沉溺在以前发生的事情上，所以他不是那种为什么怀念学生时代啦，很想要一直回学校或者是回旧公司看同事朋友看同学的那种人。然后他是非常需要一直不断的丢旧东西，不要的东西就丢掉，才能让他有好心情好能量场的人，就是不喜欢囤积旧物的人，不念旧的意思啦。然后他可能很喜欢那个 Marie Kondo。sorry 我名字可能念不对，就是之前日本收纳达人那个女孩子，她可能很喜欢她的影片。就是这个人他需要不断的有这个 ritual， 这个仪式感，丢东西的仪式感，去转换他的能量场，让他感觉有那种焕然一新，然后重新出发的感觉。因为黑豹讲的就是他会一直不停的 destroy 销毁所有不需要的东西，没有用的东西，而让事情往好的方向前进。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这个人什么会一直跟前男友前女友狗狗敌，因为他就是可以做朋友 maybe 可以做朋友，但是他不会一直去想念他们，怀念旧恋情或怀念初恋情人。他不是这种人，就是分了就分了，过去就过去了，他是往前看的，前方的路，前方的机会才是最重要的。但是他是一个很勇敢很有 productivity， 就是很有执行力，然后会怎么说 productivity， 他只要一开始做事情就是绝对可以马上完成很多事情的那种人。然后他绝对不容许任何的 bullshit 的那种人，他不会容许任何人给他一些很莫名其妙的借口而没有把事情完成。因为他火眼金睛，他都看在眼里，他都知道你们在干嘛。然后他也是算是有一种智慧，他很会，他有一种小心机，就是他在做事的时候会故意可能这边把你搞乱，或是故意给你产生一些争执什么的，但是最后事情尘埃落定，发现说原来他这个是故意这样做的，这样才会把事情带往你们要的方向前进的这个意思。当然他也有一个坏处，就是他脾气来的时候，他能量场不好的时候，他会有一种冲动，自我毁灭的冲动，就是会把关系搞砸。他没有办法去控制那个情绪，想说好好沟通，看要怎么样事情怎么发展比较好。他不是这样，他是可能会因为没有安全感，或者是因为愤怒就斩断了一个关系，或者是斩断了这个 project 之类的。然后他就是那种你可能会觉得他是那种认真的女人最美丽，然后认真的男人最有魅力的，就是你看他工作的时候你就会很受他吸引。当然你惹他生气的时候，他的眼神也会很吓人，他有那种杀气，所以就是不要让他生气。这种人就是那种吃软不吃硬的人。然后他喜欢速度感，因为刚刚第一次录的时候我在讲这些话，有一辆机车冲过去，然后就是 confirmation 说，我刚刚是 confirmation 什么，就是宇宙确定说这个人喜欢速度感的样子。对对，他当我说速度感的时候，所以这个人可能很喜欢速度，有速度的东西，或者是喜欢赛车骑机车。你们如果之后遇到了，稍微注意一下。然后我们现在来看
他长什么样子。天啊，我刚刚讲的这么有 feel， 因为第二次总是没有办法像第一次那样。OK， 这张是皇帝牌的 Emperor 4号牌，这张是 Ace of Wands 权杖1号。我刚刚讲了这个人，我先说你们的年龄差有可能是1岁到4岁，他可能比你年轻1岁到4岁，或比你大1岁到4岁。那这个人可能是如果比你年轻，那他就是长相看起来比你成熟或比你老，那或者是一般来说是他就是年纪比你大，所以站在你旁边看起来比较成熟，那他就是有一种皇帝的气质。所谓皇帝的气质就是你看这个人用鼻孔看人，就有点小骄傲，但不代表他是坏人，但他就是一个很会掌握情势，很喜欢控制全局的人，就是他说了算的人。但是同时你会感觉到他的稳定感，就是他做事可靠，很老成，很像一个爸爸，像一个大老板。然后暗地里喜欢别人崇拜他称赞他，然后但是他绝对会罩着你，会支持你，因为你是他的人民嘛。他是会负责的那种人，而且他也是天生的提供者、供给者 provider， 就是如果你害怕那种是为了你的钱而接近你的话，不放心，他不是这种人，他是跟你在一起就是要让你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 的那种人，因为很有责任感。然后他有牡羊座的能量，很有冲劲，很有行动力。我知道要讲他长相，等一下哈。然后他又有这个权杖1，基本上代表就是他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绝对会去执行，他不会等太久。然后他很热情，对他有兴趣跟他要做的事情是非常有热情，会全心贯注的去让它发生。这只木头有生长新叶跟花朵，所以又再一次，因为权杖是春天嘛，所以真的这个人牡羊的能量还蛮强的。也代表其他火象星座的能量，狮子跟射手，然后这边也有水象跟土象的能量。当我们在讲星座能量，就是看他们的上升太阳、金星吗？上升太阳、月亮、火星之类的。那这个什么土象，那我就不重复了，应该你们都知道了哈。然后它是一个木头嘛，它是一个它表面看起来会有点木头，可能看起来有点呆板，或者是很老实啦，可能看起来很老实，小骄傲，很老实，但是一看就知道很可靠。然后他这两个人都有棍子的形象在里面，所以这个人可能是他的工作，可能或者是他的兴趣是跟手上要拿的一个棍状物有关。这样讲好像有点奇怪。可能是音乐指挥家啊，可能是厨师啊，可能是老人啊 ，sorry， 开玩笑。还有什么要拿棍状物？可能是鼓手，你们自己去想象啦哈。然后他可能会喜欢闪耀的东西，因为如果他是国王，他会喜欢有一点点小奢华的东西。对，他应该是会给你，在他能量场好的时候，他会给你一种很有活力的感觉。然后头发自然卷，毛发浓密，眉毛、头发，甚至有胸毛。讲女生也是毛发浓密，可能有很不见得软，但是很浓密的深色的波浪的秀发。男生也是，可能是深色头发或褐色头发，甚至是金发。如果你们交往外国人，或者是就算是亚洲人，可能有染发。
他可能他有一个点石成金的手，就是他可能会某一种手工艺，像刚刚讲做菜也是，或是指挥，用指挥出美妙的音乐，这也是点石成金的感觉。身材魁梧，女生哦，女生中等吧，就是不会太瘦的意思。我到目前3组都还没有看到瘦小的。好，这样讲好了，男生的话不一定是高，但是身材不会太瘦。如果就算他是娇小，可能是160几、170，也是属于那种有点壮的那种男生。女生当然也是有那种高挑跟壮硕的。女生的话，就是那种腰不会太细，但是应该算有魅力，然后有女王的气场嘛，因为 Emperor 如果是阴性能量，有女王的气场，然后他们就是那种4号，就是很需要稳定感，所以他们是那种很需要去创造，很有行动力，然后很需要创造稳定的环境，让自己有安全感。比如说另一半他就是希望他可以有一个安稳的关系，让他可以安心的去闯事业，男生女生都是哦。如果他是女强人，他就是希望他的另一半可以理解他喜欢冲事业的这个心，然后随时在他身边，让他知道不管他再怎么冲，这个另一半都在。给他稳定的家，他就是会把事业做得更好，然后回来供给你、照顾你，这样的一个人，不错吧？很可靠，很值得依靠。哦，忘了讲，你看第2次，还有另外一点，他们很喜欢跟另一半的亲密关系的活动，然后在这一方面就是很有行动力，很主动，然后很喜欢火辣的亲密关系，就有一种火星、狮子、牡羊或天蝎的感觉，这样你们自己对应哈。接下来看你们怎么认识。OK， 我虽然要说是怎么认识哈，但是我还看到一些其他的东西。我先讲 Two of Wands Date Card， 然后 Knight of Swords， 然后最后这张是 Ace of Cups First Kiss。The Meathead 我不太懂是什么意思，但是我要讲的是，你们一开始是某一个人可能 slice into your DM， 就是某一个人先寄了一个讯息给对方而认识的，然后这样讲好像很奇怪，是不是？但是这种状况是有可能，就是突然你可能看到某一个人在 social media 上面，你决定想要认识他，你就寄了一个讯息给他嘛，或者加朋友，也或者是说你可能某一天，我不知道这个状况多不多啦，但是有一种状况可能是你们是工作场合，然后给递了一个名片什么的而认识的，但是一定是大部分可能是 slide into your DM， 就是某一个人主动寄讯息给你认识，然后这个人他是在你们认识的时候，他正好处在一个要转换工作或要搬家的一个状态。那这个要转换工作或要搬家，可能牵扯到他需要，甚至要搬到另外一个城市或另外一个国家，然后他还在就卡在中间的一个状态，然后你们认识了。那你们一开始可能是属于只是有肉体的关系，你们是因为你们互相深受吸引，所以一开始你们只有理智，一开始你们没有情感的存在，就只是很清楚的说，哦，可能谈得来啊，然后一遇见就快速发展。因为这张 Ace of Cups 也代表的是你们才一开始遇见或者是接吻之后，发现
很受吸引，一拍即合，天雷勾动地火。但是你们开始没有想那么多，没有想说什么要继续往下交往什么的，就是可能只是比较没有负担的那种亲密关系这样。然后这张是你们互相可能很受对方身体的吸引，但是脑袋很清楚，就是只是短暂的一个关系，因为你可能知道对方需要搬到另外一个城市甚至国家，所以可能也知道说没有办法太长久的发展。但这一张除了讲说你们一见面天雷勾动地火，你看这个你们接吻然后再放烟火，你们很有可能某一部分的人是冬天的时候会重新把这段关系进展到下一阶段。你们可能，我虽然说冬天，但也有可能是春天哦，因为目前就是那种冬天刚到春天，然后春天还很冷的时候，也是有可能的。你们可能又重新连接，然后发现就如同第一次见面那般天雷勾动地火，然后 Ace of Cup 圣杯一就决定要把这一段关系发展成前往下一阶段可能更稳定的关系。那这个 first kiss 的意思，除了是你们第一次接吻的感觉很好之外，也是你们后来又重新连接之后，你们的那种互相吸引的感觉跟爱，让你们回到那种第一次接吻的那么美好的感觉。我现在来看一下你们的能量关系，天使神谕卡，你们的关系能量。天使给了3张，然后2张，乌啦啦，我说了什么？乌啦啦啦啦 ，OK， 哇哦。Let your friends help you. Ask for and accept support from others. 如果你们是那种跟他短暂连接以后，发现还是很喜欢他，很想念他什么的，你们可以透过这张卡，通常是说，如果你们互相有认识的朋友，那就是请这个朋友帮忙传达讯息。那或者是 friends， 也可能是社交媒体 social media 去做一些举动，比如说你们如果没有互相认识的朋友的话，那就是可能 po 文啊，吸引对方注意啊之类的。那也这一张我个人也会把它看作是跟你的高我连接，因为你的指导灵就是你的朋友，你可以跟指导灵诉说你想要对这个人说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指导灵可以帮助你在5D 传达给这个人的指导灵。这个人可能可以在做梦的时候听到，或者是他在处理事情，可能就是那种很盲目的在洗手或洗澡的时候，突然听到你对他的讯息。那听到讯息什么意思？就是他会突然想到你，他可能会突然想到你在唱歌，然后突然想到你说的一句话，这就是所谓我们用在高我传达讯息的一种感觉。或甚至他会听到一首歌，让他想起你，或这首歌好像在讲你。所以这就是我诠释让你的朋友帮助你这张卡的意思。如果你们没有互相认识的朋友，请高我帮你哈。第2张 Calling in your soulmate， 乌啦啦 Your prayers, affirmations, and visualizations help bring you together。 当然这是我讲的第一个，宇宙说这有可能是你的 soulmate。然后当然有另一个说法，就是说你可能有别的 soulmate， 那你要去呼唤你真正的 soulmate 来。但是我觉得你们现在这个状况是，这个人有可能是你的 soulmate。那如果你很受他的吸引，一直都忘不了他，因为你如果一开始是短暂的关系的话，那就表示一定是有连结有原因的嘛。那你可以祈祷，你可以每天做一些仪式，然后给自己一些鼓励的话语，然后冥想的时候去想象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感觉，跟他在一起美好的感觉，这些都叫做
显化，这些显化的过程会帮助你跟他重逢，重新在一起，好吗？呼唤他来连接你。第3章 Let go of control issues. Allow this situation to unfold naturally. 好，我觉得很有感应。怎么感觉有点连接到我的情况呢？我觉得这3章就是就是一串故事。我相信你们选择第3副牌组的人很想这个人，你们应该是已经认识了。当然也有没认识的啦齁，但是如果认识了的话，你们很想念他。如果你们很想念他，这就是宇宙告诉你的方法，请朋友帮助你。真的朋友，人类朋友，或是高我朋友，或是你自己在 social media 上 po 文一些照片，吸引他来按赞，跟你沟通什么的哈。Calling your soulmate， 然后自己在家去显化你们在一起的感觉，去感受你们在一起那种开心幸福的感觉。这种显化的方法会帮助你跟他在遇见的过程加速，或者是吸引这个人来跟你连接。第3个，你这些都做了以后呢，就不要一直很急着说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时候他会来连接我，什么时候他会来寄信息给我哈。宇宙说 Take a breath， 深呼吸请放下你的控制欲。你要让你该做的都做了，现在就是让事情自然而然的发生。我现在就是已经在翻译这卡讲的事情，卡上面讲的就是让事情自然而然的发生，因为你该做的都已经做了，宇宙会帮你去安排。我知道这句话听起来很烦，很 bullshit， 就是宇宙是不会告诉你时间点的，好吗？这种东西是我们怎么算都不要去解码嘛，给宇宙一点神秘感齁。然后显化完就去做自己的事，然后这个人该来就会来了。对，我刚刚要讲的第2个是，如果你还没遇见这个人的话，一样，你想要遇见这个人，你可能可以问朋友，请朋友带你出去玩啦，看朋友有什么交友软体好用啦，或者甚至你们可以好玩去参加一些快速相亲活动，你知道就好玩嘛。然后就是给自己制造机会，或朋友有 party 说你可以去参加呀，然后多制造机会去认识新人。然后就是自己要去冥想，然后跟宇宙祈求说你想要遇见你的灵魂伴侣，然后想象你的你就是有个理想对象嘛，他是长什么样子，头发是长什么样子，眼睛长什么样子，身高多少，看起来笑起来怎么样，就是你都去想一遍，感受那种看到他的那种幸福感，这一样是会帮助快速显化你的灵魂伴侣，好吗？然后做完之后就想完就送出去给宇宙，然后让宇宙去帮你工作，然后就不要管了，就这样。这2章，我刚是不是说你们很互相吸引？我是不是这样讲？然后这2章就有 sexual union。我先讲这样 sexual union 就是亲密关系的重聚，亲密感的重聚。我不能亲密关系的那种重聚 ，alright？ Honor the place in one another where you are one eternal soul, for there you will find true bliss. 我相信你们这一组，不管你遇见了还是还没遇见，你们那一方面绝对是非常的契合，就是2个神圣的 temple。我们身体是庙宇，神圣的庙宇，你们结合在一起，那种感觉是可以直接连接神的那种感觉，这就是我的意思。就你们可能也再也没有办法跟别人体验这种感觉了，好吗？那种很契合、很和谐、很热情的那种感觉。这张 Sacred Admire
Someone has deeper feelings for you than they are letting on。这张非常，我自己是觉得很明显啊。Secret admirer 就是秘密仰慕者，然后翻译有一个人他没有表现出，哦，应该怎么说？有一个人他对你有很深的情感，但他没有表现给你看，就是他有比他表现出来更深的情感，所以我觉得很有可能大部分的你们选择第三副牌组，你已经认识这个人了，然后你们一开始就是可能就是互相有可能不一定有讲好啦，但是就是自己私底下都知道说这只是一个短暂的亲密关系，没有什么长久发展，然后两个都用那种他可能是用那种宝剑骑士的态度，很理性啊，然后快进快出，就是但是其实他很喜欢你，但是他没有让你感觉，因为他可能会觉得如果他表现得太喜欢你，可能会让情况变得很复杂，因为如果是他是刚好卡在要出国要搬家要换工作的状况，他可能不想把事情复杂化，他就没有表现给你看说他其实很喜欢你，他其实很默默的欣赏你you know， 然后你可能自己觉得很傻，说自己在那边喜欢他，然后别人都不在乎你这样那如果你还没遇到，那接下来你遇到的这个人他就会有这个状况，你可能会觉得他到底喜不喜欢我，对，他喜欢你，他就是喜欢你就对了，他只是不表现出来，因为他比较理智好吗？他是国王，国王怎么可以表现得太爱追别人呢？是不是国王要别人来追啊？好，为什么我讲话这么台湾格语呢？好，我可能 channeling 的这个人有台湾国语吗？好，你们什么时候遇见？哎，你们有没有看得到啊 ？Sorry， 我刚刚讲的太开心了，都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牌。麦克风有开哈，好，我现在很害怕麦克风没开。这两张是时间点，哎，真的跟刚前一组有点类似。圣杯夏天，圣杯5夏天的中间，就是可能靠初夏，6月之类的。宝剑4是冬天的一开始，所以2个时间段，可能会遇到这个人，或者是遇到然后，可能是先遇到然后重逢，重新开始是冬天的一开始，或是反正这2个时间点会非常的 significant， 很重要的时间段，不知道是怎么去你们关系的转化啊，还是刚遇见啊，还是怎样，还是冬天的一开始让你们分离，然后 you know 你们自己去应对吧。但是我这边我刚刚第2副牌说忘记讲数字，但是也有可能是我不知道4月5号4月5号我不知道我 po 这个影片的时候，我录的时候是儿童节4月4号，我不知道能不能4月5号 po 出来，要么就是5月4号，或者是夏天的某一个月6月5号，夏天的某一个月的5号，或冬天某个月的4号遇见这个人。那刚刚第2组的人很抱歉，就是你们自己去看圣杯就是夏天，然后数字看是几号，宝剑冬天，然后看数字是几号，你们自己去对应好吗？ Alright， 这个人很想你，这张牌真的很美。我觉得这个人如果你已经认识的话，你们真的那种离不开的感觉，然后就他会很爱你啦，但是好像就是很想保护你，这样很喜欢抱着你。那你们是分离期的话，他就是很想你，然后不知道怎么办。那如果你们之后在一起也是那种就是很黏 T 分不开，然后他会把你捧在手掌心，好吗？宝剑4就是他跟刚刚第2组有点像，宝剑4这个人也有可能很需要休息，他可能会想太多，然后很需要一些独自的空间去休息充电。好，我们今天
独拍就到这边，然后希望有帮助到大家。那欢迎帮我影片按赞，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然后你们每一个赞我都会很感动，都很感激，好吗？谢谢你们的支持，然后欢迎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故事。那期待下一次跟大家见面哦。谢谢观赏，拜。